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这样的蕾丝的小花花啊。这种的话，用水彩去操作在上面的，它这个感觉的话，大家可以细看一下，细观察一下。它里面这种的话，我们利用到的是水彩的一个透明度，然后把它做出来的是这种双层的一个感觉，就好比是那种透明的那种小蕾丝的花朵，然后它是有着叠加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层次的一个感觉啊。那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种花朵的一个做法啊。只不过就是我们要配合的就是什么呢？把水彩的花朵画上去之后，旁边再配合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啊，一个轮廓，我们可以想到的这些都可以加进去，像小叶子啊，各种什么树枝啦，不一样形状的一些小花呀啊，这样给它点缀一点点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给大家准备出来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甲型啊，它属于是一个小椭圆。那打底色的话，我们来涂上一个粉色调的啊。好，给它，我这个选的是一个透粉色啊，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透白啦、透紫啦、嫩绿啦，啊，这样的一个透粉色啊。然后我们给它照一下灯，稍微我们照个，它这个一般都是速干的啊。基本上，如果你放到大灯里面照的话，照个30秒。这个它光圈聚集在中间这个位置啊，等待一下，然后再摁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如果是封层的话，色胶基本上1遍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如果是封层的情况下，要记得照2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直接涂一个磨砂封层哈。然后涂磨砂封层，我们准备操作水彩，不要包边啊，然后涂的薄厚适中，是吧？给它放到旁边去啊，免得受到这个光线的影响。该照干了哈。稍微这样侧面的也给它都照到位。磨砂封层照2遍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准备出来水彩的话，这个用哪个盘啊？我们这次用到的是水彩的晕染盘。晕染盘就是它这个白色透感不是更强嘛，对吧？它比彩绘盘当中的白色要更透啊，所以更能体现出这个层次，就一层套一层的这个效果。可以提前把这个白色我们先取出来，笔去占个2/3吧啊，这样的水分，白色稍微搅和搅和，然后先给它取出来，然后可以再来一点，先取出来多一点点的量，然后这样取出来之后啊，不要直接来用，笔尖再蘸一点水，再蘸个1/2，我们把这个白色里面再加上一部分水分之后，它这个颜色会更浅一点啊，透明度也会更强。啊，呈现这个效果。你要再揉很久很久的话，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透明度它会，这个颜色它就没有刚开始调那么浅那么透了。所以说我们要保持它最开始的那个状态，就最浅最透的时候啊来使用。来给它擦掉啊，我觉得之前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颜色的啊，然后洗一下笔。洗一下笔之后吸干净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刚才我们加水了，所以它这个干的速度很慢。那这个状态下我们就直接可以来到这个上面来取一点颜色就可以了啊。这个可不是稍微晃一晃了啊，因为它颜色本来就已经很浅很透了，稍微晃一点点的话就基本上没啥存在感。然后我们要定一下这个位置，这个花怎么画，对吧？我们可以说是看看啊，在这个位置画这个吧。在这儿啊，画一个5瓣花。5瓣花的话，我们要给它这个形状找好位置就可以。画一个这样的，然后轻轻提一下笔，可以收，有一个收尖的动作。时刻啊，可以笔尖再去蘸一点点水，避免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干了，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它颜色会变深啊。然后2个花瓣中间的位置啊，要留有一点空隙，这个是为了让我们做第2层次去做准备的。这样来一层，然后不要贴着这个根部的位置啊，中间这块我们留一个那个空间出来哈。可以说有的时候即便说不是做5个花瓣啊，做
做多瓣花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这个位置合适就行。这样一去比较的话，后面我画的这几个颜色更合适啊，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从颜色到形状稍微有点不太合适，我擦掉啊。擦一下，然后画一下这里，在这个位置。好，形状可以啊。然后在它旁边，咱们可以再来一下。它这个层次是靠着水彩一层一层添加上去的，然后水彩和水彩中间我们要隔断这个胶啊。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在操作某种晕染的款式，中间要隔断一个加固胶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这个加固胶不一定它的作用是为了包裹住这个。可能当下你的这个胶可能是当下的亮片啊，它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让它中间有一个厚度，因为加固胶它通常都比较厚嘛，对吧？有一个厚度之后，你在上面再去画什么东西的时候，它跟你底下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有一个层次上的一个对比啊，这种感觉叫空间感。所以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种彩绘的时候啊，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要去直接涂加固啊，你可以利用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正好啊，因为做水彩得用那个磨砂封层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第一层次之后，你在做第二层的时候，咱们就正好去涂一层底胶，在底胶之上，我们去把这个纹路一会儿画出来，然后再到这个之上再涂一层磨砂封层，正好去上第二层水彩，因为它中间不仅仅是隔了一个底胶，又隔了一个磨砂封层，两层胶在一起，它起码都是有一点点厚度的，对吧？所以它中间它这个空间感就会有呈现出来啊。然后继续啊，这个上面可以说再画一点。第一层可以不用，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是以大拇指这个为例啊，就咱们不用可以说第一层都画完，可以有的留到第二层再去画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啊。来把底下这个我画一个小花，来，然后我们稍微笔尖有一点点觉得颜色没有那么的浅，那么的透的时候，笔尖加一点点水啊。这样的啊。这个基础上啊，涂个底胶，这个的话，我们多照一会儿啊，照1分钟。然后照好灯，我们把浮胶擦一下，擦一下之后的话呢，彩绘胶，用最细的笔啊，蘸这个彩绘胶，取胶量不要太多啊，稍微这样正面反面取一点啊。这个笔在用之前，我这个已经是洗好的了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洗笔这个问题哈。然后怎么画啊？就是很简单，就是瞄着这个花的边儿啊，我们都给它来走一条边缘线就可以。笔上取胶量少，这样我们才能把线条画的细，对不对？
们给它呈现出来的这个中心的位置啊，它也是有一个空心的点的，中间空的这块。这样的话也是方便于我们上第二层啊。而且为什么彩绘胶描边呢？描完之后你能让它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差感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借助于这一点啊，在它上面咱们画点啥？比如说画一点这样的线条，有点像是蕾丝的这种感觉的哈，蕾丝的这个包边的感觉。这样的啊，这个颜色在我们一层一层上过磨砂封层之后，这个底胶磨砂封层之后，它这个颜色会有一种就藏进去的那个感觉，然后它跟那个它跟水彩呈现出来那个效果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画在里面的这一层啊，等到最终完成效果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我现在画的这层的意义在哪里了哈。然后的话呢，它描一点点啊。然后这条就像一个小树叶一样啊！我在画这种的时候，其实咱们只要给它摆放的整体的效果是很得当的就可以。假如说这个地方你想再来一个树叶，那你可以先不用画，我们等到第二层的时候再去画哈。这个时候先放过它啊，先不用管。然后我们给它这个位置也先不用管啊，看看能不能有再来一点这样的地方，这边再来一个吧。藏在底下的线条，你要时刻记得，我们第一层画的这个彩绘胶都是要藏在里面的啊。它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是隐隐约约的、半隐半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给它做出不同的效果啊，是不是？好了，照一下灯啊。照一下之后，这个彩绘胶也是啊，一定要照透。照的话就是给它照足60秒，然后或者是如果按手持灯的话，基本上就照2遍。这段我们就不录进去了。好。照好灯之后的话，我们来给它涂抹磨砂封层，记得还是不要包边啊。这一层的话是为了我们第二层上水彩颜色。照灯，然后我们这一段也是啊，不给大家进行完整的展示了，我们就要知道磨砂封层一定要把它的时间照足、照够就可以了。然后第二遍我们的水彩来取色啊，照好灯了已经。这个笔。来取白色，再来蘸一点点啊，比刚才的这个浓度再稍微多一点点啊，一点点啊，你们看我稍微抹2下，我往里搅和搅和，就这个浓度就可以了。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来用啊，我画一下试试，看一下水分合不合适，不合适我们可以用纸巾吸走一部分，合适咱就可以直接画了啊。可以画在哪里啊？就是2个花瓣中间这个位置啊，这不留着一个空地儿了吗？对吧？出发点还是这里。画的大小呀、形状呀都是一样的，就只不过给它放在这儿啊。这个水分还可以哈，稍。你看它这个透明度，就是你在画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透明度，其实我们能看见。如果你画上去的时候感觉好像特别白，那你可以用另外一支笔稍微蘸一点点水稍微洗干净之后，然后把水分吸走啊。我们用吸色法把那个颜色吸走一部分。那如果实在是太浓郁的情况下，我们擦了重画了吧就啊。
看啊，这一边就不用太较真了，这样画2笔就行。你看这一笔其实就稍有一点点，但还可以，这样就行。然后在这个旁边，咱再画点啥呢？可以这个位置画一点这样的叶子。可以了 ，OK 了之后，我们稍微打一下啊，等它风干啊，等它自然风干个5-6秒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搓一下啊，打一下边缘的位置，养成一个习惯。好，这时候我们再涂一遍什么底胶，底胶给它包上。这个款式我是让它呈现出来这种层次。我们第2层啊，可以不用彩绘胶，咱们可以改用有一点厚度的纹理胶去画啊。先用底胶包一下，然后照灯。也不过多进行演示了啊。好，纹理胶啊，取出来一点。然后我们跟刚才的画法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就是纹理胶啊，它这个也叫浮雕胶、微雕胶，都是它。只不过取这个胶的时候，它的一般会比彩绘胶粘一点啊，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的话，你看它取胶会有一点拉丝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取胶量稍微多一点点啊。哎，这个没上磨砂封层呢，上有磨砂封层啊，对。照一下，不能把这个拿走，再照。这边磨砂封层就属于是外封层了哈，所以我们可以最终照灯时间啊，应该是2分钟。但是呢，因为你要在这个上面去画纹理胶的线条，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一层的照灯时间不要特别长啊，大概10秒钟左右啊就可以了啊，正好就是我们这个的时间，就亮一次它这个时间。就是为啥呢？因为说你这样之后，你再做纹理胶吧，它这个表面照干了，但它里面可能没完全照透，这样的话你再到这个上面操作纹理胶的线条，它才可以说很结实啊。可以结合的非常好。如果说你把磨砂封层完全照的特别透彻了，然后再去操作这个纹理胶，它有可能就是说它会不结实啊，会起皮，就是因为磨砂封层照太久了，干的不能再干了。纹理胶取胶量稍微大一点啊，把笔立起来这么去画啊，只是说稍微取胶量大一点啊，不是说特别厚的这种。这样你看它这个层次感是不是特别强？就是因为什么呢？底下彩绘胶底下已经有一层了，然后我们上了一层这个磨砂封层隔断，上水彩去给它盖住了，隐隐约约盖住了一点。接下来再又上了一层磨砂，然后这个时候再用这个比较有一定那个浮雕感的一个浮雕胶，对吧？纹理胶再去勾勒一遍线条，所以它跟底下这个首先在层次上和颜色上和厚度上啊都是有区别的。这边把它也勾出来。这边
边可以再配合上来一个叶子。这样的画了个叶子，然后再到旁边来一个点点啊，直接用笔尖这样晃一晃，尽可能的给它点的大小均匀啊，就是笔尖戳一下，点一下之后左右晃两笔。哎呀呀！这个扯不扯？不小心碰着了，碰着了之后，那我就得这么再画一下。好了，这样啊，左右晃一晃，晃一晃，好了。然后我把底下这个画出来。这种就是比较有现代风格的了啊。我们水彩就是不仅可以绘画，就是那种国风的那种各种比较写实的花卉，它画这种也是很可以的。当然，咱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颜色，白色就比较百搭一点啊，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搭配。中间点几个点点。5个点点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我们再给它旁边这个位置，画出这种小蕾丝的感觉哈，跟上面这个一样，但是它俩有一个反差，就是这个是藏在里面的，我们现在画的这个是被放在外面的。可以再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就你不用怕那个繁琐啊，有的一些小来小去的东西，你加的多一点，它反而它很好看。这边我们就可以说来一个有点像树枝的感觉，然后这边画一个树杈啊，这边画一个树杈，在树杈上面再来几个小分支，什么方向的咱都有2笔哈。好，然后这个时候在笔尖这样去点一下焦。在这个分叉上面，画一个点点啊，比刚才那个大一点。这样的，它就特别有层次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种一定不要忽略它，放在这。基本上这就可以了啊，因为中间我们还要给它留出足够的空隙出来，就别完全一只手涂满。随便戳这样几笔啊，可以等它照干之后再戳几笔，这样的话它会显得立体感会更强。可以了。
纹理胶最后一定要照足2分钟啊。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完全照够时间了哈。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定要是，如果你要罗出一定的高度出来的话，照灯时间一定要久一点就可以了，可以是2分钟以上啊。好了，那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拜拜。